嗨，大家好。近日爆出了一条震撼性的新闻，中国政府将在2年之内，在国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国有企业中，将全部替换100%纯国产电脑，预计将多达5000万台。消息一出，的确令人振奋。那么，现阶段中国自主品牌的 CPU、操作系统等电脑的重要组成要件，国产化进展到什么程度？哪些又是所谓的披着马甲的伪国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接踵而至。以 Intel、AMD、谷歌、苹果、微软、甲骨文、戴尔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公司相继宣布制裁俄罗斯，这无疑给我们提了个醒。未来一旦台海生事，以上公司想必也会如法炮制。所以，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大国博弈的角度，中国都必须拥有一批能够取代 Intel、ARM、微软等掌握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的公司，做到关键领域不受制于人。那么，我们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呢？首先，国产 CPU 此前的国产化道路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条路，一条是引进 x86、ARM、MIPS、Power 等 CPU 的技术授权道路，其代表为飞腾、兆芯、华为、蓝启、红芯等等；另一条则是以龙芯、深威为代表的自主研发道路。相比于穿着马甲的伪国产，我心中的国产化自然指的是第二条路。那很多人就会说了，你说的走第二条路的龙芯不也是买了 MIPS 的终身授权吗？难不成它就比较高级了？这里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那就是购买人家的 IP 授权去设计 SoC， 与从零开始设计 CPU 完全不存在技术的延续性。换句话说，你可以购买 ARM 的几代 IP，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吃透里面的逻辑，并具备独立设计 IP 的能力。龙芯虽然最初指令集源自 MIPS， 但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走自主研发之路。10多年的时间里，基于 MIPS 又添加了1000多条指令，形成了龙 SA， 也就是 3A4000 以前的处理器所采用的架构。这个架构你还勉强可以说跟 MIPS 存在血缘关系，不过到了龙 ARC 已经基本跟 MIPS 没有关系了，全新指令集已经可以和 MIPS 一一对应，做到完全替代。龙芯始终坚持自主指令，可并不是他找不到洋爹。AMD、IBM 都曾经奉上自己的技术，让其放弃自主之路，不过都被胡伟武拒绝了。龙芯卧薪尝胆20年，期间还经历过断奶，走了不少人。不过在今年终于通过了上市委员会的审核，即将登陆科创板。就在国家这次处在全面更换国产电脑几乎相同的时间，龙芯也在官方微博发布了搭载龙芯 CPU 的国产电脑大批量上市的新闻。CPU 用的就是龙芯的 3A5000， 国产操作系统是13个，这部分我们稍后细说。至于很多人所谓的上市圈钱说，我这样说，难道只有那些企业家、带货网红或者戏子才能站在金字塔顶端玩金钱游戏？科学家们就只能窝在家里吃土吗？像倪冠南院士80多岁了，还在北京靠租房子安度晚年。在我看来，这才是本末倒置。所以国家应该借此机会将龙芯的上市树立成一个正向标杆，打造成通过知识变现实现财务自由的典型案例，而不是某某公司上市将创造史上最大 IPO 之类的噱头。稍微有点跑题啊，我们回来接着说。其次，深威的处理器源自阿尔法阵营，其指令集也是基于阿尔法进行的扩展，这与龙芯最初基于 MIPS 有些像，因此很多人给深威处理器找起爹来。不过 DEC 阿尔法在本世纪初就已被多次转手，掐指一算，这个爹已经挂了超过20年了，所以深威处理器有别于其他引进的指令集，也就是说它并不受制于人，指令集完全自主。深威在嵌入式、桌面和服务器 CPU 上均有涉猎，尤其是在军工领域。大家或许对深威并不熟悉，不过提起超算应该会有印象，其代表作正是深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曾经在世界超算大会上荣登榜首。接下来，飞腾走的是典型技术引进的道路，曾经多次更换指令集，最终在 ARM 宣布进军服务器和 PC 后，果断抱住了 ARM 的大腿。没办法，人家生态好啊。不过此前我就介绍过 ARM 的优势在手机这种嵌入式设备，而 PC 和服务器领域那还是 x86 的天下，所以 ARM 的生态在 PC 端完全没能体现出来。后来飞腾搞了个 PKS 体系， P 即飞腾， K 麒麟， S 安全。这个 K 是操作系统啊，跟华为的麒麟芯片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个我后面再重点说。母公司入股的奇安信加入 PK 体系后，为系统提供 S 安全服务。这种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凭借母公司的国企背景捆绑 CPU 和操作系统销售，还别说在国内市场还颇有建树。再接下来兆芯这个所谓国产 CPU 源自于威盛的 x86 架构，也就是台湾王雪红那家公司，所以走的还是引进之路。相比龙芯的优势自然是上面可以跑 Windows， 应用无需移植，生态好，毕竟是 x86 系统嘛。不过性能上相对于 Intel 和 AMD 的 x86 CPU 仍然处于劣势，
而且这距离所谓的100%纯国产化显然渐行渐远。最后，华为鲲鹏，我这个老东家也跟飞腾一样，一脚踏入了 ARM 阵营。现实的制裁也让鲲鹏难以为继，所以也不想多说了。海思当年的大牛和决策者们固然认识到了自主 CPU 与 X86 ARM 之间的鸿沟，却无视美国对中国的仇视和打压，气奉拿来主义，主张在 ARM 身后吃土，结果却最终换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建立的海市蜃楼，在制裁面前瞬间化为了泡影。以上就是对国产电脑 CPU 部分的小结，我想全自主与引进的优劣已显而易见。100%国产化的目的就是关后门、堵漏洞和防断供。真正自主的 CPU 才可以防断供。那么关后门、堵漏洞就是要靠自主操作系统了。国产操作系统方面，自媒体涉猎的很少，这里详细说一下。操作系统作为数字时代最底层的基础软件，是连接下层 CPU 芯片和上层应用的中枢桥梁。目前国产 OS 市占率最高的是统信的 UOS 和 CEC 系的两个麒麟。这里简单说一下什么是 CEC 系。CEC 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缩写，简称为中国电子，1989年成立。还有一个叫做 CETC， 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缩写，简称为中国电科，2002年成立。其实两者的前身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机械工业部，也就是后来的电子工业部。江总在主政上海之前，就是在这里做的部长。CEC 之所以能称为系，在于其在信创领域拥有一套颇为完整的体系。主板有中国长城， CPU 有刚才说的飞腾，操作系统有两个麒麟，数据库有武汉达梦，信息安全有奇安信。所以凭借强大的国企背景，可以在国内的国产 PC 市场攻城略地，市占率还不错。不过刚才也说了，飞腾 CPU 依然是买的 ARM 授权，以我的标准还不能算100%纯国产，仍然有断供的风险。因此中标麒麟操作系统还支持了非 CEC 系的龙芯，也就是之前龙芯微博发布的国产台式机。一款龙芯 CPU 支持 UOS、麒麟和万里红等多种操作系统。再强调一遍，此麒麟非华为的麒麟芯片，我看到很多自媒体将其称作华为麒麟，实在有些无语。那么相比于纯国产 CPU 的单薄，操作系统层面似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那这是不是预示着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呢？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好事。国家这次大规模替换国产电脑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为了最终打破 Intel 和 AA 主导世界的体系。而当前中国在国产操作系统上的百家争鸣，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小、零散的局面，把谁单拎出来都难以与微软这种巨头抗衡。民国时各路军阀在自己的地盘是很牛，但小鬼子一来就全垮了。而一旦将神州大地拧成一股绳，我们就可以在朝鲜把老美赶回38线。而现如今在国产操作系统方面，依然是一种各自为政的局面，而且经常出现各自挖角的现象，内斗不止。国企背景的麒麟和民营的统信可谓互相看不上，麒麟背靠 CEC 系可谓心高气傲。刚才也说了， CEC 手上从软到硬有一整套产业链，光操作系统就搞了2个，完全没有合并统信的迫切需求。而统信的 UOS 技术源自深度操作系统，在民间甚至国外拥有大量的极客爱好者。深度从管理层到工程师都认为中标麒麟不过是拿着皇粮混饭吃，对其高仿 WinXP 的 UI 界面也分外鄙视，压根就不服中标。所以想要整合谈何容易。就连 CEC 自己内部也搞了2个操作系统，中标麒麟和银河麒麟，两者即便合并之后，也还是2个系统2套人马。银河麒麟与飞腾 CPU 做了深度捆绑，不支持其他家的国产 CPU， 这也限制了银河麒麟的市场拓展。简而言之，2个麒麟合并并没有达到1+1大于2的效果。国产龙头 OS 无法充分整合，势必就会涌现如万里红这样名不经传的小厂进来插一脚。而华为、阿里这样的巨头也准备借着国家政策的东风进来分一杯羹。此种乱战局面，国产 OS 将进一步离散化，人力、物力和财力无法充分整合，最伤的反而是国产 OS 本身，其次还会波及国产 CPU。这样发展下去，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微软和 Intel 了。所以未来国家除了陆续推出政策红利外，由顶层设计驱动国内操作系统厂商合并，将人才和资金进一步集中，真正打造出可以独立于 Intel 和 AA 的国产体系，才能在未来最终实现关后门、堵漏洞、防断供、国产化全面替代的总目标。以上就是对当前国产 CPU 和国产操作系统的阶段性总结。电脑的国产化替换是大势所趋，我想很多公务员系统和大型国企都将陆续进行，甚至有些已经做了试点。到时候你就可以看看自己更换的新电脑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而操作系统又是跑在什么芯片上，
芯片的 CPU 又是用什么架构设计的？是不是真正做到了100%纯国产化？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